說到空軍1號，如果你的腦海裡還是哈里森·福特坐着逃生艙，像導彈一樣彈射出機艙的帥氣畫面，那可真就被好萊塢給忽悠瘸了。火力軍今天要講的真相比電影更殘酷。這架真正的空中白宮不僅沒有逃生艙，甚至連降落傘都沒有。因為它的設計邏輯只有一個，哪怕地面化為廢土，它要在3萬英尺高空成為最後的堡壘。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專機在佛羅里達上空，差點和一架代號一模一樣的商業航班相撞。這場驚心動魄的幽靈航班事件，才逼出了這個獨一無二的代號。今天就讓火力軍跟大家聊聊這架末日堡壘背後那些鮮為人知的黑科技與有趣的故事。如果不仔細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跑道上的這家伙，看起來就像是一架平平無奇的波音747-200B 客機。除了那身經典的藍白塗裝，似乎和火力軍在機场看到的那些非國際長途的大家伙也没什麼两樣。但如果你真以為它只是用来運人的，那可就太天真了。這架代號為 VC-25A 的空中巨獸，雖然披着波音的外殼，但它的內部結構經過了超過 50% 的徹底魔改。要理解這架飛機的設計思路，我們必須先弄清楚它所面對的敵人究竟是誰。不是拿着步槍的敵軍，也不是地面的防空火炮，甚至不是普通的戰鬥機，而是核戰爭爆發瞬間足以摧毀一切電子文明的高空電子脈衝。火力軍帶大家來想象一下那個場景：一旦核戰爆發，核彈在数百公里外的高空引爆，隨之而來的電磁風暴就像海嘯一樣，會瞬間燒毀方圓數千公里內所有民用飛機的電子芯片，讓它們變成一堆廢鐵，像下餃子一樣直接從天上掉下來。為了對抗這種看不見的殺手， VC-25A 被改造成了一個會飛的法拉第龍。這可不是簡單的給飛機加個蓋子，在這架飛機的機身蒙皮之下安裝了一層特殊的屏蔽裝甲，就連所有的舷窗玻璃都嵌有一層細密的防輻射金屬網，這就像是給整架飛機穿上了一件防輻射衣。更誇張的是機身內部，你知道這架飛機裡鋪設了多長的線缆嗎？足足238英里，也就是383公里。這長度要是拉直了，能從華盛頓一直鋪到紐約。而這些密密麻麻的線纜全部經過了極其昂貴的抗脈衝硬化處理。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即便窗外是核爆產生的電磁风暴，這架飛機裡的燈不僅會亮，咖啡機還能繼續煮着熱咖啡。總統甚至還能拿起那部米色的加密電話，從容地下達核反擊的指令。這就是空軍1號的底氣。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空軍1號不帶機槍，也不帶導彈。很多軍民朋友可能會問了，火力軍，這不對啊，這麼重要的飛機怎麼連個空導彈都不帶？這其實是一個典型的誤區。空軍1號的定位是指揮中心，而不是去前線狗鬥的戰鬥機。它的生存法則是隱形和規避。但這並不代表它就是個好欺負的軟柿子。它雖然沒有毛，但它有最堅固的盾。如果你有機會仔細觀察這架飛機的機翼下方和尾部，你會發現一些奇怪的凸起和像是蜂窩一樣的孔洞，那是它的護身符，也是一套极其複雜的電子對抗系統。首先是它的眼睛，机載的雷達警告接收器，就像是一個極其敏感的獵手，全天候360度無死角地偵測着周圍空域的每一絲雷達波。一旦有敵方的火控雷達鎖定了飛機，警報聲會瞬間響徹駕駛艙。緊接着，一套名為 AN/ALQ-204 馬塔多的紅外對抗系統就會自動接管戰場。這玩意兒可不簡單，它能發射出一種特定頻率的脈衝紅外能量，對着來襲的熱巡的導彈的導引頭就是一頓猛照。簡單來說，就是直接把導彈的眼睛給晃瞎了，讓它像個無頭蒼蠅一樣亂飛。如果這招還不管用怎麼辦？別急，還有後手。在飛機的機尾和起落架艙門附近隱藏着大量的誘餌發射口，一旦確認導彈逼近，這些發射口會像煙花一樣瞬間噴灑出成千上萬片金屬箔條和高熱鎂光彈。這畫面雖然沒有電影裡那麼酷炫，但卻極其致命。金屬箔條能在空中形成一大片雷達反射雲，讓雷達制導的導彈瞬間丟失目標。而高熱鎂光彈燃燒的溫度比飞機引擎的尾噴口還要高得多，它能像一塊巨大的磁鐵，把紅外制導的導彈死死地吸向錯誤的方向。而除了這些硬核的防禦手段，空軍1號還有一個讓所有飛機都羨慕不已的能力，那就是無限續航。大家注意看 VC-25A 的機頭正前方，在那個圓潤的雷達罩上方有一個像疣豬鼻子一樣的奇怪凸起。很多不懂行的人以為那是什麼特殊的传感器，其實那是空中加油的受油插座。虽然在总統乘坐的時候，為了保證飛行的平穩和舒適，极少會真的進行空中加油操作，
但這個功能的存在本身屬於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沒有。它賦予了這架飛機理論上無限的航程。試想一下，如果地面跑道被全部摧毀，或者地面環境已經不適合人類生存，這架飛機可以在空中加油機的支援下，在3萬英尺的高空滯留數天，直到耗盡最後一滴機油為止。這就是空軍1號作為末日堡壘的底層邏輯。它不需要自己去戰鬥，它只需要讓自己成為一個且永遠在線的空中節點。只要它還在飛，美國的國家意識就沒有真正消亡。那麼在這個鋼鐵堡壘的內部，為了讓總統在長達數天的空氣流浪中依然能保持清醒和決策力，機艙內到底配置了怎樣的生活器？既然要在天上流浪好幾天，光有坚固的各種防御手段可不行。總統也是人，得吃，得喝，得睡覺，還得治理國家。如果不走進機艙，你很難想象，在這架飛機的蒙皮之下，藏着一個足足有4000平方英尺的空中移動堡壘。整架飛機分為3層，最底層是貨艙，用來裝載行李、食物，以及那一整套足以把任何地方变成臨時指揮中心的通讯設備。最上層則是駕駛艙和通訊專員的黑屋子，而最核心的中間層才是這架飛機的靈魂所在。這裡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是美國總統權力的象徵。走進機頭的最前端，這裡是整架飛機最安靜的地方，也是傳說中的總統套房。雖然沒有5星級酒店那麼誇張，但這裡有2張可以折疊成床的米色真皮沙發，一間設備齊全的私人浴室，甚至還有一個在1萬米高空極其罕見的淋浴間。你要知道，在普通的飛機上洗澡幾乎是奢望，但在空軍1號上，這只是為了讓總統在下飛機前能保持最完美的公众形象。緊挨着套房的就是那個著名的空中椭圓形辦公室，在那张紅木辦公桌前，總統可以在這裡簽署宣戰令，也可以在這裡接到電話。如果遇到突發狀況，總統甚至可以直接在這個房間裡向全美國發表緊急電視講話，信號通過衛星加密傳輸，哪怕地面基站全毀。但比起這些，機艙裡有一個地方是絕對的禁區，那就是位於辦公室後方的醫療室。這可不是你在民航客機上見到的那種只能貼创可貼的急救包，這裡簡直就是一個微縮版的空中 ICU。 手術台、無影燈、除顫儀、呼吸機，全套的急救藥品一应俱全，甚至有一名經過特殊訓練的軍醫，全天候24小時待命。無論飛機飛到哪裡，他的任務只有一個，確保護航對象活下去。同時，吃也是生存的头等大事，畢竟空軍1號一旦升空，可能幾天幾夜都不會落地。機上的2個現代化廚房可以同時為100人準備高質量的正餐，無論是牛排、龍蝦還是漢堡，只要總統想吃，大廚都能在3萬英尺高空給你做出來。而在這一層層嚴密的安保之下，飛機的後半段才是留給隨行官員、特勤局特工以及那些擁有頂级門票的媒體記者的地方。雖然他們的座椅也很寬大舒適，堪比頭等艙，但這裡等級森嚴，記者們甚至被嚴格限制了活動範圍，絕對不允許向前跨過記憶為止的紅線。不過這也不妨礙這些記者在下飛機的時候帶走1-2塊印着總統印章的餐巾紙，或者是刻有空軍1號字樣的巧克力。這已經成了白宮記者團裡一個公開的秘密，甚至連白宮方面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能在這架飞機上坐一回，本身就是一種可以在酒吧裡吹一輩子牛的資本。然而空軍1號畢竟只是一架飛機，它能做的僅僅是在空中保護總統，但當總統落地的那一刻起，另一場規模更加宏大，甚至可以說是瘋狂的後勤戰役才剛剛拉開序幕。你以為總統出访真的只是坐着飛機去握個手嗎？事實上，在空軍1號抵達目的地的幾天前，幾架龐大的 C-17環球霸王3運輸機就會像沉默的巨獸一樣率先降落在當地機場。他們的肚子裡裝着足以發動一場小型戰爭的物資。當 C-17巨大的尾部貨艙門緩緩打開，首先駛出來的就是那輛大名鼎鼎的野獸。它的底盤是通用的皮卡底盤，車身覆蓋着8英寸厚的軍用裝甲。火力軍帶大家看個細節，這輛車的窗戶玻璃足足有5英尺厚，只有司機那邊的窗戶能勉強打開3英寸的縫隙。這可不是為了透氣，而是為了方便特勤局特工在緊急時刻向外遞出證件，或者是伸出槍管。在這輛車的後備箱裡，不僅藏着泵动式霰彈槍、催淚瓦斯炮，而且這輛車的密封性好得變態，自帶獨立的供氧系統，哪怕外面遭到了生化武器襲擊，車裡的人依然安然無恙。更誇張的是，為了防止車輛故障，特勤局每次出訪至少會帶2輛一模一樣的野獸，加上各種電子干擾車、特警突擊車，組成一個龐大的車隊，以此來迷惑潛在的襲擊者。你根本不知道總統到底在哪輛車裡。
除了車隊，C1有時候還會吐出更狠的家伙，那就是被拆解後的陸戰隊1號直升機。是的，你沒聽錯。為了確保總統在任何地形都能移動，美軍會把那架幾十噸重的西科斯基直升機折疊旋翼，拆掉關鍵部件，塞進運輸基地，運到地球的另一端。然後在當地機場由隨行的機械師團隊在幾小時內重新組裝起來。這就是美國總統出行的底層邏輯，不依賴當地的一草一木，不管是吃的食物、喝的水、坐的車，都要從美國本土空運。這種近乎偏執的後勤力量，確保了即便是在基礎設施最落後的地區，美國總統依然能像在白宮一樣，擁有對周圍環境的絕對控制權。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象徵着絕對權力和控制的龐然大物，他的形象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霸氣側漏的。在幾十年前，他甚至還有點土。是誰給這架鋼鐵巨獸穿上了如今這身優雅而又充滿壓迫感的藍白外衣？在早期的噴氣式時代，總統專機的塗裝是那種非常扎眼的警示橙，大紅鼻子、大紅尾巴，看起來就像是一架準備去森林滅火的消防飛機，或者是正在做測試的半成品，既沒有大國領袖的威儀，更談不上什麼美感。直到1962年，一位名為雷蒙德·羅維的工業設計大師實在是看不下去了。這個男人可不簡單，可口可樂的玻璃瓶、乔克式牌的 logo 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他大筆一揮，把那種生硬的军用橙色全部抹去，換成了深淺不一的發光群青藍。機身側面用一種非常優雅的襯線字體寫上了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一改簡直是脫胎換骨。這身塗裝不僅消除了軍用飛機的侵略感，反而營造出一種不僅強大而且自信的壓迫感。直到今天，60年過去了，無論波音飛機換了幾代，這身皮卻從來沒敢變過。哪怕是特朗普上一任任期想要改變塗裝，也受到了極大的阻力。直到他上一任任期結束，也沒有落實這件事。這次任期也再也沒提這件事。既然說到了空軍1號，我們就不得不提在地球的另一端，那個唯一能跟他掰掰手腕的老對手，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專機。如果說美國的空軍1號是一座追求效率的空中白宮，那麼普京的那架ER-96-300PU 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飛行克里姆林宮。大家注意这個型號裡的 PU， 在俄語裡那是指揮所的意思。但這架飛機的內部畫風和美國人那種務實的風格完全不同，它主打的就是一個字：豪。據流出的照片顯示，這架飛機的內飾充滿了新古典主義的帝國風，長長的走廊兩側掛着歷史掛毯，會議室裡全是實木雕刻，甚至還有傳說中的鑲嵌着金邊的洗手台和馬桶。更誇張的是，普京甚至在這架飛機上裝了一個全功能的健身房，能在3萬英尺的高空擼鐵，這確實符合戰鬥民族的氣質。可以說，這兩種風格上的不同，也正是美俄兩種不同形式風格的體現，務實和極盡奢華。說了這麼多，我們該如何定義空軍1號？它是一架飛機嗎？當然是，它是人類工業文明的結晶，是把防彈裝甲、雷達干擾和豪華辦公室塞進鋁合金管子裡的工程學奇蹟。但在火力軍眼裡，它更是一個圖騰。當那架藍白相間的巨鳥劃過天際的時候，它展示的不僅僅是那100-200噸的金屬，更是美國實力和全球地位的體現。這就是空軍1號，它不帶槍，但它比任何轟炸機都更讓人敬畏。關於這架末日堡壘的瘋狂故事，火力軍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聊聊各位關於空軍1號的觀點。咱們下期再見。